大家好，我们继续介绍指针这一概念。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讲的内容。所谓指针，就是变量地址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取地址运算符得到一个变量的地址。所谓指针变量，就存储指针的变量。比如我们在这里 p 就是 int 指针类型，就 int 性类型的变量，也就是 p 可以存储 int 类型的变量，s int 类型变量，所以可以存储 a 的地址。p 存储 a 的地址之后，我们可以通过星号 p 接引用运算符访问这个 p 指向的变量 a， 也就是星号 p 就是 a。上一讲我们还讲了，指针变量不但可以存储一个单独的指向一个单独的变量，还可以指向输入的某个元素。比如我们在这里定义了一个 char 是一个字符类型的变量 ，p 呢是 char 星号。就 p 是char星号类型，就字符指针类型变量，cr 呢是一个数组，字符型的数组。当我们执行 p 等于这个 ch 的地址的时候 ，p 就存储了 ch 这个变量地址，就 ch 的内存对址呢保存在 p 里面。我们形象的画一个箭头，就说 p 是指向 ch 的。当我们执行星号 p， 星号 p 就是什么 ch 这个变量，就是这个内存块，星号 p 就是这个内存块，星号 p 等于 x 这个字符，那么这个 ch 这个内存块，这个字符型的内存块存出来就字符 x。假如我们又执行 p 加1，p 加1我们说 p 是指向这个内存块的，那么 p 加1指向它的下一个地址。假如下一个地址在这一块，那么 p 加1指向这一块，但这一块内存呢不是属于你的程序的，是吧？它是属于操作系统，但不属于你。如果你通过这个 p 加1指向的这个访问这一块内存，那么把一个字符 y 呢放到这里面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非法内存访问，因为这块内存不属于你的程序，你无权访问这块内存。但是我们可以把刚才 p 开始指向它的 p 加加可以，就是我们可以修改 p 里面的值，因为 p 这个变量，这个指针变量是属于你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修改这里面值。p 加加就是把这里面值从本来保存它的地址加1，就指向什么下一个地址，也就现在 p 里面的内容呢，就是保存了这个变量地址，而不是之前这个变量地址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星号 p 就是这块内存，那么我们把 y 往里面放，那么同样的是非法内存访问，因为这块内存不属于你的程序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 p 等于 cr 是一个字符的数组。我们前面讲了，字符的数组名就是这个数组的第一个元素地址，所以 cr 它就是什么？这个第一个元素的地址，也就是把这个第一个这个字符这个内存块地址保存在 p 里，也就 p 指向它。好，星号 p 也就这一块内存修改成大 H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p 加2。p 是指向它的，那么 p 加1指向它 ，p 加2指向这个，就是 p 加2指向它的星号 p 加2就是这块内存，那么这块内存从小 l 被修改成大 L 了。我们再看 p 加加 ，p 一直指向它的，是吧 ？p 加加就 p 的这里面值修改了，变成它，是吧？刚才这里前面的 p 的值本身并没有修改 ，p 加2并没有修改 p 的值，是吧？只不过在 p 的值里面偏移了2个，是吧？所以 p 加2的值是这个，但 p 本身没有修改。现在我们 p 加加 p 本身的值修改了，指向第二个字符的位置。假如这个时候我们再执行一个 p 加2，就现在 p 的值是指向这个字符的，再加2就加1加2，p 加2呢就指向它了。就这个时候又修改 p 的值，是存储了这个字符第4个字符地址。假如我们再星号 p 等于大 L，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刚才的从小 l 变成大 L 了，是吧？这是小 l， 然后星号 p 就这块内存嘛，把它修改成大 L 字符。我们假如再执行 p 加2，本来 p 是指向它的 ，p 加2呢就加1指向它，加2呢指向这个字符内存块的后一个字符内存块，就指向这块了。这块呢是不属于你的程序的，你是没有权限访问它的。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指针变量的值和其他变量一样呢，它可以保存其他变量地址，而且呢也可以修改它。修改它主要通过加上一个整数向后偏移，是吧？可以加就偏移1个，也可以加上一个2或者3偏移多个。
但是如果偏移加了之后呢，这个使得这个超出这个范围了，超出范围的我们如果用简语用运存符这个信号值访问呢，就会取错了。我们再看刚才这个 P 开始指向它了，我们这也可以用简称个整数是吧？减去1、减去2、减去3、减去4、减去4，那么 P 呢则又修改指向它了，也就P 里面存储的是什么？这个里程块的地址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假如现在我们又记了一个指针变量 Q 和 P 一样，都是掐尔指针类型。那么 P 开始等于什么 ？CRR 就第一个运输地址，而 Q 呢等于 CRR 什么是第一个运输地址 ？CRR 加上5呢就是这个变量的地址，所以 CRR 加上5也是一个地址，什么是这个内存块的地址？所以 Q 呢保存的是这个内存块，是吧？这个内存块是不属于我们的程序，我们程序只有前面5个字符构成这个速度空间。那么我们 P 也就指向这个速度的最后一个元素后面一个位置。那么我们可以下面呢用一个循环，让 P 不断的指向下一个。我们看这个循环 ，while P 小于 Q， 现在 P 是什么？指向它的，而 Q 呢指向它。那么 P 的值是小于 Q 的，这个地址值 P 的地址值和 Q 地址相差5根嘛 ，P 是等于它 ，Q 等于它 ，P 的值是小于 Q 的。那么我们可以把 printf 星号 P 是什么？就是星号 P 就是这个，把它利用打印出来。然后呢 ，P 加加，也就修改 P 的值 ，P 加加指向它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再回到这个循环 ，while P 小于 Q， 那么再执行这个，把星号 P 这个日里面内容也输出了。然后呢 ，P 再加加，这样下一个，然后再回到循环 ，P 仍然小于 Q， 仍然小于 Q， 把 P 这样的利用这个 L 呢输出。然后呢 ，P 再加加，P 再加加之后。然后呢 ，P 这个时候又小于 Q， 仍然把它利用这个输出到这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 P 加加，这个时候 P 指向5，把5的利用再输出，然后再执行 P 加加，再执行 P 加加之后，这个时候 P 的值和 Q 的值是不是相等呢？是吧？这个条件不满足了。当这个条件不满足，这个 while 语句呢就执行结束了。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先 P 指向开始 ，Q 指向它速度的后一个位置。通过这个修改 P 的值，我们循环已知的并列访问这个速度的每个元素。这是我们使用指针访问速度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，就是通过加加每次相后移动，指向下一个位置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一个问题：假如我们一个程序里面有2个变量 a 和 b， 假如我们要交换这2变量的值，怎么交换呢？我们知道 a 是一个内存块的名字 ，B 也是内存块的名字。我们要交换它怎么办呢？要交换2个值，就像我们有2个盒子，我们要把它交换，那么我们肯定要把一个盒子的东西先拿出来放到某个地方，是吧？然后再把第2个盒子放到第1个盒子，然后再把放到另外一个地方的那个东西呢，再放到第2个盒子。所以我们交换呢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还需要把 A 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到一个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也是一块内存，所以我们要再申请一块临时的内存叫 temp， 也是 int 型的。那么它开始等于 a， 是吧？也就我们 temp 也是一块内存，把 a 的先放到 temp 这个盒子里面。这样 a 放到 temp 之后，然后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可以把第2个盒子就 b 里面的放到 a 里面去了，也就是执行 a 等于 b。a 等于 b 就把 b 的什么放到 a 里面去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把保存这个临时盒子的这个3放到 b 里面去，也就 b 等于 temp。这样呢，就完成了2个 a 和 b 呢，本来是3和4的，现在呢我们看本来 a 是3 ，b 是4，现在 a 变成4，b 变成3了。好，假如现在我们 a、b 的值又修改了，分别是5和6，又修改成5和6。假如又要对 a 和 b 进行交互怎么办呢？还是重复同样的过程，就是我们把这段代码再复制一遍，是吧？这段代码就是同样的 a 复制先放到 temp， 然后 a 等于 b，b 等于 temp， 就把刚才这段代码复制一下。那么这个代码就重复了我们学习的函数的一个作用，就是什么？可以完成一个单独的任务，就是它把一个语句块起一个名字，我们就可以多次重复调用这组程序块。
这里有重复的地方，那么我们一个很容易想到的方法就是把这3句代码放到一个函数里面。这样呢，我们可以比如写成这样函数 ：swap a 和 b 要对两个量 a 和 b 进行交换，怎么办？我们用一个临时变量 temp 等于 a，temp 等于 a，然后呢 a 等于 b， 然后呢 b 等于这个 temp， 这样就完成了 a 和 b 两个的交换，就像刚才这样，是吧？就是有这3个，就在 swap 函数有这个。然后我们在 main 函数里，假如有两个 a 和 b， 我们调用 swap a 和 b， 那么进行交换。当然我们这里可以，那么在这里 main 函数的 a 和 b 实际上和 swap 函数 a 和 b 两个是不相干的，是吧？互相独立的。那么这里到底有没有交换呢？是吧？我们这个代码确实简化了，把这段调用这函数，是吧？3句话，然后这个也是调用3，这样代码看起来很清楚。但是能不能达到我们预期效果呢？我们先看最简单的一种情况，就是假如我们后面的这个不考虑，先看这个有没有完成 a 和 b 的交换。我们现在把 main 的函数名换成 x y， 为了区分它们。现在我们执行 main 函数的时候，main 函数有这两个变量，叫3和4，例程外分别存放3和4。然后我们执行 swap 的时候，就要准备跳到这个函数里执行。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参数存列，我们把 x 的值要拷贝给 swap 里面 a，y 的值拷贝 swap 函数里 b， 也就 x 拷贝 swap 的 a，y 拷贝到 swap 函数的 b。swap 函数的 a 和 b 和 main 函数的 x y 是相互独立的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控制权就到了 swap 函数开始执行 temp 等于 a， 开始 temp 没有是吧？然后执行这个 temp 等于 a，temp 等于 a 的值，然后 a 等于 b 执行完了，然后 b 等于 temp， 这都修改了，就是在 swap 函数里这个 a、b 从3和4变成了4和3，确实发生交换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执行完这个函数时候，又回到这个 main 函数，就这个函数调用句执行完的时候，假如我们又回到，我们会执行下面一条句，假如下面一条句要把 x y 输出，这个时候 x y 的值仍然是3和4，并没有发生交换。当我们这个函数执行完的时候 ，swap 函数的这个两个所谓的将来学到局部变量呢就消失了，就不存在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只有 main 函数在这里，它这两个 x y 并没有发生交换，所以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。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例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例子，这个就刚才的是吧？这个 swap a b 这个 main， 我们来执行它，看这有没有发生交换。先 b， 我们看 x y 仍然是3和4，并没有发生交换。那怎么样使 a 和 b x y 能产生交换呢？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用到指针，就是我们修改这个 swap 函数，这里面两个参数 a、b 不是两个整形变量，而是两个整形指针变量，就是 int 星号类型的变量 a 和 int 星号类型变量 b。a、b 是两个整形指针变量。然后我们在 main 函数里调用的时候，在这里有点出错了，这里要存列一个地字符，这里写错了，下面都是这样的，都要这样改一下，这里我写错了。就在这里呢，我们 main 函数里这个时候传递不是传递 x、y 两个变量的值，而是传递 x 的地址和 y 的地址，把它传给这个 swap 函数的 a。当我们执行这一句的时候，那么 a 就存出的是 x 地址 ，b 呢存出的是这个 y 的地址，也就开始参数传递的时候，仍然是让把 x 的地址，也就是这个值拷贝给 a， 拷贝到 a 里面。y 的地址拷贝到 b 里面，就是 a 的值等于 x 地址 ，b 的值等于 y 地址，也就 a、b 分别指向 x、y main 函数 x、y。好，下面我们执行这里面，在这里面我们星号 a 是什么呢？星 a 是保存了 x 地址，星号 a 就是什么？就是 x， 所以 temp 就等于什么？实际上 x， 就是这个 temp 值开始是什么？没有的，现在变成 x。然后呢，这个星号 a 等于 b， 星号 b。本来这个星号 a 是什么？是它的值，现在让它等于星号 b 的值，星号 b 什么？就是 y， 所以这个星号 a 等于星号 b 就是什么呢？星号 a 就是 x 嘛，星号 b 就是 y，
那么有 x 等于 y， 这样就什么把 x 修改成4了。然后我们要执行这个信号值等于 temp， 信号值就是什么？就是 y， 也就是 y 这个内存块要等于 temp， 把 temp 再拷贝到3。这样我们就看到，通过这个 x y 分别指向 main 函数的 ab 分别指向 main 函数的 x y， 然后我们在这里信号 a 呢，信号 b 分别可以直接访问 main 函数的 x y， 然后对它的值进行什么复折修改。这样当我们这个函数执行完的时候，回到这里，那么 swap 函数里面这3个量，这个2个地址指针变量和 temp 呢都消失了，然后又回到这个函数里面，这个函数我们看 x y 从3、4变成了4和3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。好，我们要修改什么？把这个复制一下。这里已经复制好了。我们这要怎么呢？把这个变成0。好，我们现在这里代码已经复制好了。我们看这个 swap 这里 ab 是ab 是指针变量是吧？这样执行。然后在这里我们处理刚才这写错了。好，在这里。好，下面我们可以来编译它。演示成 printf 啊 ，printf 这个有没有把这个头文件包含？好，这里没有错误。然后呢，我们点运行。现在我们看，这里输出的就是什么？4和3了。本来 x、y 是3和4，现在变成4和3。当然我们可以重复调用它，是吧？比如我们把 x、y 写成一个5和6，5分号，每一个语句要是分号结尾，是吧？这里不是进行变量，是 x 等于5 y 等于6。我们再来执行一下。哎，这个4和5啊，5和6，5和6，然后变成6和5。好，刚才我们这个例子忘了说了这里我把它删掉吧。刚才这个我们开始讲了，说一个变量，指针变量可以指向什么一个单独变量，也可以什么指向一个数字的元素，是吧？实际上是等于数字名，实际上是等于数字的第一个元素。所以指针变量用于指向一个单独变量，也可以指向一个数字的某个元素。指向数字的某个元素，实际上也是指向单独变量，也是存储了数字的某个元素的地址。这个代码就刚才幻灯片上的是吧 ？P 等于这个 CR 等于 hello， Q 等于这个。我们刚才讲了，通过这个循环 ，Q 等于什么 CR 加上5就指向这个最后一个元素的后一个位置，然后呢 P 呢就指向这个位置，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循环，可以把什么呢？一个一个的把遇到的每个 P 开始指向它把它输出，然后 P 加加 P 指向它再把它输出，这样一个循环，这样通过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输出。然后这个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是干什么呢？下面这个 P 然后又等于 CR， 就 P 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个循环 ，P 是不是指到最后了？然后我们再让 P 等于 CR， 就 P 又指回这个数字开头。然后我们星号 P 等于 a， 星号 P 等于 a， 就 P 这样开头，也就把这个修改什么？这个字符修改成 a， 然后 P 加加 P 就指向第二个字符。P 指向第二个字符 P 是小于 Q 的 ，Q 没有动。然后我们把 P 的内容什么呢？不在这里，在这里 ，P 小于 Q 的。然后我们把 P 的内容修改成什么 ？P 减1里面的内容是吧 ？P 减1指向它的输入的前一个位置，然后星号呢取出它的内容是吧？加应用就说 P 的内容就字符等于前面一个字符加上1。一开始这个时候 P 指向第二个字符 ，P 加1呢指向第一个字符，所以这里面的字符是 a， 字母 a， 字母 a 再加上1呢，肯定就字母 b 的那个值，所以这个星号 P 的将来是字母 b， 然后 P 加加再指向后一个，这样不断循环，通过这样这个把它修改成 a 加1变成 b， 然后 P 再指向它
把它的值修改成这个值加上1，就是这个字母就是 C。通过这个循环，我们把每个 P 的指向的字符修改成它的前一个字符加上1。这样最后呢，因为第一个字符是 A， 所以后面的是应该 A B C D E。然后我们这里 P 又指向数组的开头，通过同样一个循环，这个就刚才这个循环是吧？通过同样这个循环，我们把它输出一下。好，下面我们运行一下，看是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看是不是这样？第一个循环，看这个第一个循环是 P 走到 Q 为止，把 hello 输出，这里面内容输出。第二个循环，这个是修改，它并没有输出，而是什么？把每个 P 开始信号 P 等于 A， 然后呢 P 加指向这个位置，然后把它的位置再修改成 P， 然后它的位置修改前面一个加1修改 C， 这样一直修改下去，就这个完成修改。而这个呢，同样的是就是刚才那个代码把这个数组里面内容 P 这样开头嘛，这样开头，然后内容重新打一遍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在这里，这个输出这个数组字符数组内容有2段代码重复的，我们为什么不把这2段代码放在一个函数里面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代码复制一下，重新就是编写一个，在这里，就在这里也行吧，单独字。好，我们把它复制到这里。我们把刚才这个关闭掉，是吧？这里面的关闭掉，在这里关闭掉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刚才代码复制，我们就把这个代码，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下，编写一个单独的叫 print 函数。这个函数传递的是什么？比如叫 CR， 然后呢，我们还有在这里还有一个修改一下，或者我们再用2个指针变量吧，或者 Q 这样 P 这样一下。就 P 这样一个数组开头 ，Q 呢这样结尾字符数组，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循环 ，P 只要小于 Q， 然后把这个把 P 的内容打印出来，然后 P 这样通过这个循环把所有的输出，然后每个字符空一点，然后呢打一个换行。好，有了这个函数，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去掉了，是吧？直接调用什么把 P 和 Q 传给它。同样最后一个刚才我们被截取了，也可以调用这个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代码这2段重复的代码呢，就变成函数调用了，重复的代码变成一个函数了。最后呢，这个等于这个输出，第2个没有输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这里 P 没有修改 ，P 等于 CR 没有这样开头。现在我们看它的结果就出来了。好，刚才我们把指针作为这个函数的参数，我们也可以把一个数组名作为写成这样的形式，比如 print 函数打印一个数组，数组 A 假如 n 个是吧？数组是char 字符型的数组，它 n 个，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循环 ，for i 从1 i 小于 n， 下标是0到什么 i 从0到 n 减1，把每个 ai 字符打印出来，然后打印一个换行符。那么在这里编写了这个函数之后，我们在这里可以调用 print CR5， 是吧？这样这个 a 一看有方括号，说明是一个数组，就数组名作为函数的这个参数。实际上数组名作为函数参数，实际上它这个呢，编辑会把这个 a 方括号自动转换成星号 a， 所以这个函数的声明实际上呢就是刚才的这个指针，就是这个 a 变量啊，这里 a
看起来是一个数组，实际上它不是数组，实际上它是什么？是一个自增变量，是恰二自增例行。所以我们只要把它混成这个呢，是更加本质的，是吧？因为编译器实际上就总是这样的。a 是一个自增变量，实际上是指向数字嘛，第一个元素的地址。然后我们通过 ai 可以去访问它的a 加上我们前面讲的 a 方括号 i 就相当于什么 a 加 i 括去星号，就说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a 加 i 是吧？就 a 方括号 i 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，就说数组名这个作为函数参数，实际上本质上就是什么？编译器会总化成这样，所以这个 a 实际上不是一个数组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一个自增变量，是恰二自增例行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刚才就是把它写成数组的样子，但实际上它是个自增变量 ，a 实际上是自增变量。我们来运行一下。我们看它输出的是 Hello World 的内容，是吧？把每个字符输出，然后换行一下。我们也可以把它字符消掉，在这里，这样，还是一。这里把这变成0吧。就是我们这个 if and if 在这里，它两个里面又嵌套了一个 if and if，我们在这里把它换成0，换成0，这个就 else 起作用了。我们把这 else 的这里面把上面的复制过来，然后把这个改成星号，是吧？因为编译器实际上把 a 方括号转化成星号，所以这个结果是一样的。看这个结果是一样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再介绍 C 语言的字符串。什么叫 C 语言的字符串？就是结尾带有基础字符的字符数组。什么叫基础字符？是一个特殊的字符，我们用这个转移字符写出来就是斜杠0。C 语言字符是用单引号，不是用双引号，双引号表示字符串，所以这里表示实际上是一个字符，叫做基础字符。这个基础字符它的里面的值实际上是什么？它的二进制位全是0。注意，基础字符和这个数字0它不是一个字符。如果我们把斜杠去掉，那么它是数字0这个字符。数字0的字符它的二进制值不是0。所谓的基础字符就二进制值都是0的那个特殊的字符。我们看这样一个里面 CRR 是一个数组，是吧？它里面有5个字符，STR 呢有6个字符，前面是5个字符，后面有个基础字符。这种带有基础字符的字符数组就称为 C 语言的字符串，而上面这个呢不是 C 语言的字符串。所以字符串是一个特殊的字符数组，在绿层的 CR 是这个数组 ，STR 是这个数组，这个数组里有一个基础字符，所以 STR 是一个字符串，就是这个是一个字符，不是2个。好，我们这个 Hello World 2个引号过起来了，也是一个字符串，这个是字符串文字量。是吧？实际上这个字符串呢，在历程布局里面，实际上也是什么？也是 Hello World 2个加上一个基础字符，就是这个 Hello World 这个字符串呢，在历程里实际上占了6个字符的空间。除了前面这个字符，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基础字符。这个我们写是这样写，但在历程里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基础字符。现在我们 P 恰好指在例行变量 P 等于这个，它的意思什么？就 P 存储了这个字符串文字量，它在的内存块的第一个字符地址，就是 P 存储它的地址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一个程序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。C 语言的字符串呢，可以对它进行处理。对它处理呢，它有一个特文叫 string.h， 就是我们 string.h 包含了一些函数，可以对 C 语言的字符串进行处理。我们先看刚才这个字符串，是吧？这个是 C 语言的字符串，这个呢也是 C 语言的字符串，而这个 P 呢是恰二自增例行的变量，也就是字符自增例行变量，它存储的是这个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地址。我们 C 语言的字符串处理函数，其中一个 string LGN 就 len 长度的意思 ，string 字符串的意思，就是求字符串长度这个函数可以接受一个什么字符串的自增
接受一个什么恰尔指针力型的这个变量，就说 strln 呢，它实际上接受一个恰尔指针力型的一个变量，就说现在 P 就是这个恰尔指针力型变量，我们可以把 P 的值传给它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数组名也是一个指针嘛，第一个元素地址嘛，传给这个都可以。那么这个 strln 呢，就会自动的帮我们计算着这个指针变量指向的，就这个指针变量指向的那个字符串的长度，然后把它显示出来。这个字符串处理函数还有很多的处理 C 语言字符串的函数，比如这个 strcpy 就拷贝的意思，就字符串拷贝函数，它可以把比如这个字符串，这个是文字量，拷贝到什么 str 指针指向的这个字符数组里面去。最后 str 的内容就是什么？第一个是 1 n g， 然后呢，最后它会在这里加上一个基础字符，就是把这里加上基础字符拷贝到这个地方来。我们可以通过 printf 这个格式符%s 输出一个字符串的内容，因为 P 是什么？是一个字符串，所以 printf 呢就能正确打印字符串。str 也是，但是 cr 不是字符串，所以 printf 对这个 cr 这个字符数打印的，它的这结果呢就是不可预期的。我们运行一下，重叠里面前面一个没注销的在这里，我们把它注销了。不是在这注销，要把它整个外围这个大的注销掉。好，现在我们看，第一个输出的是什么 ？str 和 P 指向的字符串的长度。str 是个数组名也是指向这个字符串，它长度是什么？5 1 2 3 4 5，基础字符不算在内。然后这个 P 也是指向这 hello 的，它也是5，所以两个都是5。我们然后把1拷贝到 str， 然后这里打印的 P 仍然是刚才的指向的 hello， 所以这个仍然打印的 hello。然后第二个打印的是什么 str 现在里面什么已经把1拷到 str 了，所以这里打印的是1。然后我们在下面这个打印 cr 的时候 ，cr 是这个数组，前面几个字符正常打印出来了 hello， 然后这个 o 后面的它就乱打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printf 函数把这个以为它是字符串，但实际不是字符串，所以它就把后面的内容不知道什么内容呢也打印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字符串处理函数 C 语言这个头文件字符串处理函数只能对 C 语言的字符串进行处理，一般的字符数组呢，它处理就会出错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 C 语言字符串处理函数是怎么实现的？就 strln 它到底怎么实现呢？它就依赖于 C 语言字符串的规定，就是最后有基础字符。比如我们把下面代码 str 这个 len 重新我们自己来编写这个字符串这个函数 strlen， 我们把这个第一个名字呢从小 s 变成大 S， 就是大 S 的这个 string 是我们自己编写的。现在我们要编写一个模仿 C 语言字符串的这个函数的一个函数，我们把这个先注销掉。现在我们编写怎么样给了一个字符型的指针变量，怎么样知道这个 S 指向的字符串它的字符构成呢？我们在这里可以定义一个什么 Q 等于 S， 或者 P 等于 S 也行。然后呢，我们通过一个 while 循环 ，while 是星号 P， 星号 P 就是什么 P 指向的字符，看它如果不等于什么基础字符，因为我们知道 C 语言的字符串呢，最后肯定有基础字符，只要不等于基础字符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就 P 加加，把 P 指针向后移，是吧？写成这样，这里变成这个1，就这样。当然 P 加加我们写在这里也可以，是吧？换一行也行。就这句话里就是 P 开始什么等于 S 值，就指向这个 S 指向那个字符中第一个字符，然后星号 P 就第一个字符的值，看它是不是基础字符，如果不是 P 加加。然后再回到循环，这个时候 P 已经指向下一个字符了，第二个字符了。然后再看这个新的星号 P 是不是等于基础字符，如果不等于 P 再加加 P 就指向第三字符，这样一直循环。
当聚合信号 P 等于基础字符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循环结束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求 C 语言字符中聚合一个基础字符？因为通过这个判断等于基础字符，我们这个循环才能结束。循环结束之后，我们 P 指向什么？这个基础字符的位置。然后呢 ，P 减这个开头的位置 S 就是编辑了多少次，是吧？就是走了多少次，也就是字符的构筑。我们这样呢，就可以得到字符构筑 P 减去 S。好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就换成我们自己的编辑群呢。我们看我们自己编辑的这两个字符串，这个两个是有基础字符的字符串，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输出呢？我们看，它确实输出了正确的结果，就长度是5，是吧？如果你不确定，我们可以把这里在那个 WILD 变长一点。第二个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你看第二个就是11个字符 ，Hello 是5个 ，World 是5个，中间一个空格，一共是11个字符。但是对于这个，假如我们这样写，行不行呢？就是把这个也让人用 CRR 它因为没有基础字符，我们这个程序必须遇到基础字符才提出，所以当它指向它的时候，然后指向这个的后一个位置，但这后一个位置不属于我们的程序，我们不知道它里面内容是多少，所以将来可能还会，如果它不是基础字符，继续往后走，直到遇到基础字符才结束。我们看这样它输出的是什么情况？这个现在我们看没有包含 C 语言的字符这种处理函数。这个现在我们只包含了这个输出的头文件，是吧？没有包含这个这个文件，因为现在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编辑的这个群论。好，现在看它的这个 CRR 输出的长度是8，CRR 这里面是什么 ？Hello 后面它又走了3次，然后遇到一个基础字符，它输出8，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，是吧？我们知道这个 CRR 数是5个。所以对于字符数组，我们这个字符串处理函数是不能正确处理的，这个对字符串才行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实现了 C 语言的这个字符串函数，我们自己实现了 string。然后大家作为一个练习，能不能实现一下这个 string 拷贝呢？就是模拟 C 语言的 strcpy 这个函数，实现我们自己的 string 拷贝。你比如把你的函数名修改一下，是吧？这个大家作为一个练习。